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史上最强手相前10名，不是亿万富豪，就是达官显贵。如果你有一个，那就恭喜了。很多人都相信可以在手掌中看出每个人的命运，就比如有些掌纹就表示一个人天生就是衣食无忧富贵命。我们常能听到一些俗语，比如手相断掌值千金，凤眼纹旺夫有福，元宝纹旺财富贵，这些手纹眼花缭乱。但是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最强的手纹前10名都是哪些，如果你能中一个，那么你就有福了。第10名，断掌。有人会很惊讶，断掌如此罕见，全世界只有5%的人只能排在第10名。其实手纹千万，第10名也十分强大了。在手相学中认为，拥有断掌的男子多为富贵命，即使儿时生活不顺，成长坎坷，长大后也能凭借自己的努力有所作为。如果生长在富贵人家的断掌男儿，更是可以凭借优越的生长环境，快速帮助自己完成人生目标。拥有断掌的男子多为富贵命，在工作或者事业上有所作为，而这类的男子的断掌更不可轻易给人看，避免被有心之人知道是富贵命后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古人常说财不露富是有一定道理的，在自己没有发达之前，低调一点毕竟好。第9名，三角纹在手心。三角纹出现在玉柱纹与生命线、智慧线之间，一生钱财不断。这类财库满满的手相，寓意着人们正财收入极为丰厚，可以在职场中拥有出色的表现。不光基本工资可以不断攀升，还可以获取极为可观的奖金与提成。总之，最终的收入会极为可观。这类人还可以时不时获得天降之财，比如说走路上捡到钱，买彩票中大奖，以及家中的老房子忽然被拆迁等。他们一生之中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很多机缘巧合之下，便可以成为有钱人。而且这类人只要自己可以克制住购物的欲望，花钱不要大手大脚，就不会遇到意料之外的开支。基本上除了衣食住行外，赚到手的钱大多可以累积下来，所以小日子将十分滋润。第8名，祖臂纹。有祖臂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第7名，井字纹。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这一生的财运亨通，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第6名，川字纹。有川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从性格来说，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具有很强的能力。从运势发展来说，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会过得很富贵。第5名，M 字纹。事业线由手腕处起直，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形成一个斜 M 字母。这种人往往不到40岁就已经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了，所以是最具大富翁潜力的掌纹。据说很多成功人士都有这样的掌纹。看手相时，右撇子的人看左手，左撇子的人看右手。生命线和感情线年轻时会比较杂乱，30岁之后会更加清晰。有人为了得到好运，会用金色或者银色的笔在手心画 M 字掌纹，希望得到好运气。
他们中年能积累一定的财富，生活十分富裕，性格耿直，稍微有点急躁，劈叉的事业线，在自己的创业路上稳步前进，会多的贵人帮助，取得不错的成就，财运方面会转好。特别注意感情方面，你天性多疑，并且处理事情容易摇摆不定，没有主见，易受小人欺骗，并且你过于感性，容易上当，所以感情方面要理性点。第4名，守心长志。守心长志的人往往是天选之人，他们在很多时候都可以被幸运之神眷顾，不管是求学还是工作，都会比别人轻松很多。上学期间，他们即便不是班级里最勤奋刻苦的，但成绩一定是最好的，尤其是在重要的升学考试中，他们往往都能够超常发挥。进入职场之后，他们工作也不算特别努力，有的时候甚至还会投机取巧，但总是能够在重大的项目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还可以帮助整个公司招揽到更多的项目，自然可以得到大领导的喜爱，还可以持续升职。所以守心长志的话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千万不要将其去除。第3名，希望纹。在手掌上有一条线叫希望纹，希望纹位于食指下方，向下延伸。希望纹顾名思义是指这个纹路能够给人以希望，让你对今后的生活燃起信心。在手相数学中，手掌有希望纹者，其主聪明伶俐，头脑灵活，然自幼孤苦，六亲少靠，与父母缘薄，凡事自力更生，虽早年坎坷，运势起伏不定，但志向远大，怀抱希望，且不懈努力，晚年衣食无忧。在手相学中，生命线上有贵人纹，下有希望纹，其主性格沉稳，生性谨慎，为人聪慧，做事认真，且处处留心积累，善于理财，一生逢凶化吉，抱负皆可实现，事业有成，钱财可聚，晚景荣华。在手相学中，右手伸开，从生命线延伸出希望纹者，其主意志坚定，做事富有恒心，极具忍耐力，勤奋努力，且自身运气良好，一生事业稳定，财富自由。希望纹亦可称之为目标线，其起始于生命线，向食指方向延伸，几乎与玉柱纹平行之纹理，越是清晰明了，其主人生目标明确，事业越能步步高升。玉柱纹清晰直上，且到达无名指根部，其主积极进取，事业有成，且财运旺盛，一路富贵。中年之后，事业百尺竿头，晚年诸事吉祥，儿孙满堂，出世显赫，得享福禄。第2名，霸王纹。霸王纹顾名思义，就是一种象征权势与富贵的纹路。在手相学中，它指的是命运线、金运线以及财运线3线合一，形成强大的纹路。这种纹路通常被认为是非常吉祥的，预示着一个人在事业、财运和名望方面都将有不俗的表现。一句话就是有钱有势有权，霸王纹在手，当真是要啥有啥。不过拥有霸王纹的你，不用辅佐别人，你就是世界的中心，想做什么就做，想怎么干就干，你就是天生的领导型人格，有影响力，有统帅他人的能力。但是这种真正的霸王纹并不常见，大多数人的手相中可能只能看到霸王纹的影子，有的人这3条线并未完全连接在一起，也有的人金运线和财运线没有长过感情线。即便如此，这样的纹路也可能使一个人的财运、事业和名气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使其在生活中更容易取得成功。如果左手没有，你看看你的右手有没有，只要有一只手有，你就是万中无一的那个人。这种纹路的出现，往往与一个人的性格、气质和经历密切相关。拥有霸王纹的人通常对金钱和财富有着强烈的渴望，他们拥有敏锐的商业眼光和判断力，他们擅长于发现商机，抓住机遇，往往能够在商场上独辟蹊径，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商业王国。不畏艰难困苦，他们勇于冒险，
果断行事，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除了对财富的渴望外，拥有霸王纹的人还具备着强势、果断和野心勃勃的个性。他们不满足于平庸，不停歇于现状，总是奋力向前，追求更高更远的目标。这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让他们在事业的道路上永不止步，不断创造出惊人的业绩和成就。因此，霸王纹的出现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一种标志，更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它象征着拥有者在商场上的强大潜能和领导才能，预示着他们将会成为商业世界的霸主，引领着时代的潮流。第一名，三奇纹。三奇纹能排名第一，主要是因为它在财运、爱情、官运三方面运势都十分爆表。拥有此纹的人士世间罕有。所谓三奇纹，指的就是一种象征着吉运、好运的线纹。这种线纹并非单指某条线纹，和川字纹一样，是由多条线纹组合而成。常见的三奇纹有两种，其中一种是太阳线中间出现分在，分别朝着中指和小拇指延伸，而另外一种就是手掌中的事业线、太阳线以及财运线的根部相连接在一起，成为了一组非常奇特的纹理，被称之为三奇纹。之所以称之为三奇纹，不仅仅是指纹理拥有三条线纹分支，更重要的是这一手相所代表的含义非常出色，分别象征了命主的爱人、贵人以及富贵。也就是说，拥有三奇纹的人能够在婚姻、人际关系和财富收入方面拥有出色的运势变化。三奇纹的三奇究竟指的是哪三奇？民间传闻：一奇为金玉良缘，婚姻和谐美满；二奇为能遇到知己贵人，纵使危难当头，也会有贵人及时相助，成功转运；三奇便是横财加身，富贵吉祥。三奇纹明显的人，人天生就注定命运不凡。他们要么就是成为发明家，给人类带来了不少便利的发明，要么就是个商业巨子，给社会贡献了极大的财富。此生要官有官，求财得财。掌中生有三奇纹的男人，放在古代就是宰相命。他们对政治保持着超高的敏感度，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处理是他们能够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他们敢于承担责任，经得起大风大浪，在大是大非面前也能保持自己的原则，最终会因努力不懈、不断进取而达到成功。最强10大手相就说完了。最后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无论是做什么，自己的努力是不能少的。好的手相面相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自己的梦想终究靠自己打拼，并不是你拥有好的掌纹就一定会怎么样，同样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现代心理学家包括医学家也已发现并证实，人的手相无时无刻都在变化，你的思想和行为无时无刻不在雕琢你的掌纹并留下痕迹。所以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努力充实改变自己才是上策。好了，今天讲讲手相。金佛在手，富得流油的发大财手相。一个人的手掌与自己的财运有关，因为承载着一个人一生的好运和厄运。有些人手相好，生来就富有，而有些不同，即使是在奋斗一生也无济于事。也有些人在早期运势差，但中年后财运大翻身，事业有成，名利双收。一财库大，如果三秋都饱满，命中多财库，而且财库非常饱满。这个人是十足的财迷，但他们爱钱，但并不贪婪。这种人不吝啬于与他人分享财富，许多人喜欢和他们做朋友，朋友多了比别人有更多赚钱的机会，总是尽快得到机遇，然后赚很多钱。水星丘饱满的女性也非常容易受到异性的欢迎。水星丘是指我们小指下的一小块区域，如果水星丘中心是饱满，这也表明这个人总是一个很受男人欢迎的女人。本来水就足以代表桃花、情感和缘分，
所以桃花也叫仙池。二、贵人运旺，三秋饱满的人之贵人运非常旺盛，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会得到帮助，渡过难关，这将导致他们在金钱上的支持和鼓励。他们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如果他们有好事情，不会独自享受，也会感谢和酬谢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因此也会一步一步的有好运，这使他们贵不可言。三、偏财运旺，三秋饱满的偏财运非常旺盛，这种人总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入，不管他们是投资还是理财，都会得到很多回报。他们的智商很高，如果有机会是不会放过的，因此这种人将利用一切工具为自己创造无尽的财富。四、钱能生钱，手相三秋饱满的人贸易脑筋非常的强，他们很善于开掘商机，在事业上经常是他人的领头人。这种人不屑于那些蝇头小利，要赚就要赚大的，老是会找个各类机会赚更多的钱。他们善于理财投资，老是可以钱能生钱，把钱越赚越多，富甲一方只是时间问题。对于拥有饱满金星丘的女性来说，异性缘往往很激烈。拇指升起的小地方在手相学上叫金星丘，隆起中央的金星丘呈现出凸起、隆起，这表明这样的女性总是很受欢迎，因为她在生活和任务中很容易得到男人的爱和保护。因为金星丘代表着热情和魅力。第二，手中有凤尾纹，则一生清闲又富有。一掌纹中出现凤尾纹的人，一生婚恋运势很好，尤其代表结婚后可以改变人生。因此，掌纹具有凤尾纹的男人、女人，属相更具备有荣华富贵特征的，步入下半辈子就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相书有言：凤尾握手中，悠闲又富贵。男可娶良母，女可嫁贵夫，因而掌纹上出现有凤尾纹的人一生福禄更盛。假如两手并拢以后，食指和无名指同长，或是说二者差别不大，那这种人首要个性十分独立，有自身的想法，在人际交往中比较受人重视。另外有极好的赚钱大脑，男的能建立自身的事业，女的善理家财，结婚之后的生活都将十分幸福。二、幸福小女人的手相，老公疼惜，儿女聪明伶俐，家财小富，家庭会十分美满幸福。女性掌纹最凸显的特性便是子女宫圆润，代表儿女成才，学有所成，事业成功，晚年时期享清福。三、财福禄三宫圆润，有荣华富贵的根基，生来好命局。主纹理绵长清楚，强有力，能力强，速养高力，做事业。纹理的布局开后期的发展空间大，事业线明确往上，后期成就大，力升职。两类无论那类行业发展，都是能够事业成功的，而且事业财运都十分旺。这是一个旺夫旺子旺家的女性。四、掌纹中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线，这便是理财纹。理财纹好的女性具备理财意识与理财能力，在专业金融人员与项目投资高手的身上多见。针对有理财天赋的人来讲，才是愈理越多，能够考虑到积极的理财方法。理财纹欠佳的人，只是你愈理财，财运没理你，还远不如放存，定期稳妥，起码免了10本之忧。手里有优质理财纹，面相又具财富相者，富贵未来可期。具有了那样掌纹的女士，在结婚前可能不容易有很大的意义，但一旦结婚生子，就能展现出来了，就会渐渐地迈向一条荣华富贵的道路。五、事业线断折为3节，表明事业有起伏，不够平稳。第一节纹理比较长，代表是35之前，这一段时间能够平稳发展一段。第二节比较短，还挨近断掌纹，这几年人生的波动期。最上端那节上挑到福宫，
表明后期事业运平稳升高。财宫圆润表明财运旺，这种断掌是适合求财创业的。仅仅中间有一段时间事业财运会十分差。第三，男人手相有财库，此生必有亿万之财，天生做大老板的命。不同的人其手纹都不尽相同，手纹可以看作是推测人命运的重要参考物，对男人来说尤其明显。手相算命学中认为，男人的手纹主要分为生命线、智慧线和情感线，又称为天纹、地纹和人纹。究竟什么样的手纹对男人来说预示最好的命运呢？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一、川字手相的最有富贵命。川字手相就是指手掌中三大主要线纹：生命线、智慧线以及感情线，三者之间没有任何的相交情况，所以从外形上来看，三条线纹会以川字的方式排列，故而称之为川字手相，也叫做川字掌。拥有川字掌的人性格固执、强硬，而且对于自己是信心十足，无论做什么都会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所以说，这类人在工作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因为他们十分的自信，成为有钱人的概率也会非常高。但同时，他们无法做到获得出色的爱情，毕竟过于自我的人是很难为他人着想的。二、事业线纹路好的男人财运更好。手纹三条主要的线纹分别是生命线、感情线和事业线。三条线其实与个人的财运都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关系最大的还是事业线。首先，事业线要连续不断，这表示自身的事业发展能够持续。起点在手掌边缘的事业线，特点就是职业有变化，不固定。这种事业线的人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开拓能力，善于社交，创造能力突出，创业机会大，事业可以得到支持。纹路越深刻，表示事业前景越广阔，能够做大做强。此外，好的事业线应该是由多条线纹组合在一起，无论干什么事业都能够有不俗的发展前景。但如果小线弯曲的话，表示会遇到很多挫折，做事比较难。事业线粗且很清晰，拥有这种手相的人非常善于利用资金运转获利，财运很强劲。因为水星丘掌管的是金钱，而太阳丘掌管的是人脉、生育等一切跟幸运有关的，所以事业线出现在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的人，通常能够股票、不动产等赚大钱。三、手中拥有钱财纹，位于小拇指以及无名指下方的短小细线便是钱财纹。这一种线纹算是手相中比较常见的，和个人财运有关的线纹。拥有这种线纹的男性在理财方面有着出色的才能，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擅长理财，而且懂得金钱的重要性，有着十分端正的消费观念。这一点相当重要。毕竟缺乏正确的消费理念，意味着一个人花起钱来容易大手大脚，这样的人无论赚多少的钱都不够。相反，拥有钱财纹意味着男性懂得合理消费，并不会因为有了钱而失去了正常的心态。四、财运线比较粗且明朗清晰，无名指跟对着的一条是财运线，无论做什么事都顺利又有钱。拥有这种手相的人非常擅长运用资金获利，而且愈动愈旺，财运方面的运势非常强劲。因为水星丘掌管的是金钱，而太阳丘掌管的是人缘、名声以及跟幸运有关的运势，所以财运线出现在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的人，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五、M 字形手相，事业线由手腕处起而直上，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形成一个斜的 M 字母手相。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不到40岁就已经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了，所以是最具大富翁潜力的掌纹。因此，若有这种手相，
但却认为还不算成功的人，表示不够努力或方向错误。所以只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或方向，那么跃升成为大富翁的潜力无穷哦。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呀，讲手有钻石纹的人注定与贫穷无缘，一辈子富得流油。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关于手相的神秘话题，关于财富纹的真相，尤其是那些拥有钻石纹的人，他们注定与贫穷无缘，一生富得流油。让我们一探究竟吧，一探秘财富纹的神秘踪迹。通常我们在大拇指的第2节或与手掌交界处发现的纹线，多是横纹、竖纹或者斜纹。然而，当我们发现钻石纹、类钻石纹、三角纹、菱形纹等纹线时，这意味着这些人的财富运势超越寻常。他们擅长经营投资，在工作和生意上都有着出色的人脉。2、财运亨通，晚期必有领导地位。尽管财运较晚启动，但他们天生拥有领导能力。中年后，这些拥有钻石纹的人将迎来事业上的巅峰，取得显著的成就。然而，感情上可能会有坎坷，但25岁上下将迎来正缘，结婚的几率极大。3、感情波折，学业斩获光明前景。在感情方面，他们或许会面临一些小波折，但相互体谅和信任是关键。在学业上，他们将取得不俗的成绩，未来前途一片光明。如果你的手上有着这神秘的钻石纹，那么恭喜你，你的一生将是富贵无忧的旅程。同时，那些没有钻石纹的人也不要伤心，因为人生本就像是一场马拉松，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赢在起跑线上。有些人可能在起点的时候冲劲很足，但是后期动力不足；但有些人可能起点并不高，却一直坚持，最终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人的运势表现也有类似的情况，尤其是财运上。很多人可能年轻的时候想要挣钱非常难，但是中晚年却迎来了机遇。那么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一下50岁之后发财的手相都有哪些特点，什么样的手相会在财富上大器晚成呢？一、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初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乡。2、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路是从上到下贯穿整个手掌的纹路，一般人能够拥有1条玉柱纹路就相当不错，而能够同时拥有2条，即1条可以直通中指，1条直通食指，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拥有晚年的福报。也就是说，在50岁之后，他们的财运会越来越好。这部分人大器晚成，主要是年轻的时候，他们往往生活没有目标，做事总是不知所云，有些任性随意，因此大都一事无成，或者表现得庸庸碌碌。但是到了50岁，作为财运的分界线，这部分人似乎在思维意识上被打通了任督二脉，财富思维忽然间被提升，可以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财运就会越来越多地向他们倾斜，最终晚年福禄大增，成为人上人。3、拇指、无名指上有斗，斗和簸箕是手指头的一种纹路表现，斗就是像年轮一样可以呈现数圈闭合圆形的纹路。如果有一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斗的人，那么他们50岁之后可以获得财富的几率很大，而2只手都呈现这种手指头纹路，那么50岁之后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100%。这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花期比较长。有些人年少得志，就是早早的开花结果，让人看到他们的能力；而拇指和无名指有斗的人，则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给他们增加阅历和经验，等待一定的时机，厚积薄发，
最终在中年之后开始走向人生的巅峰，财富运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水涨船高，属于能力和智慧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4. 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2条，中年财源滚滚的人手向上。第一个特征就是在小拇指上出现1条或2条直纹，小拇指有1到2条直纹到达第一指节的人，我们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手相的人，越老越贵气，子女有成，不需要自己担心，晚年子贤孙贤，儿孙绕膝，富贵又安康。但是小拇指的直纹超过2条，也就是乡里中常说的侧纹，虽然这样的人聪明，事业上有成就，但一生比较劳碌，到了晚年也闲不下来，属于赚辛苦钱，有好也有坏。建议晚年要劳逸结合，多多保重身体。5. 事业线由浅变深，也就是在线纹的起始点表现得极为浅薄，但是随着线纹的延伸深度也是不断增加，这样的一种事业线体现出了个人在工作方面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以及能力。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候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而出现挫折，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人脉关系以及个人的能力都会不断提升，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功，获得出色的财运。5. 事业线的起始点和智慧线相连，这种手相的智慧线与事业线有着同一个起点，也体现出了其人在工作方面大器晚成的特点。一般来说，这一越老越有钱的手相代表着个人在35岁之后才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即便在年轻时候遭遇了一些困难，也不要气馁，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就能够不断前行。6. 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并朝中指延伸，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且和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的话，说明其人的事业运势发展前景的好坏与个人的感情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事业线又朝着中指根部延伸，更是说明了他们在感情没有稳定下来之前，是很难有着出色的工作成就。这样的一类人容易因为情感而出现变故，无法让自己获得稳定的工作生活。只有情感确定或者是顺利结婚之后，他们才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一般来说，这一手相也体现出了其人容易遇到一位有着旺夫或者是旺妻运势的另一半。8. 拇指上存在斗纹，大拇指上有着漩涡一般的指纹，代表着他们少年时期运势出色。但如果其他手指上都是簸箕纹路的话，则说明他们最终能够成功是因为年龄的增加。9. 手中多钱财纹的人，其实手中多钱财纹的人手中的财富有很多，经过自己的努力，真的能成为有钱人。其实这样的人赚钱渠道特别多，在各个方面都能让自己拥有很多钱财，日后的生活不需要为了金钱的事情感到烦恼，给家人带来很多财富，能成为家人的骄傲。遇到这样的人肯定要好好珍惜，因为他们不仅能给你带来很多财富，也能给你事业方面提供帮助，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愿意照顾你。10. 手中有元宝形状的人，一个人要是手中有元宝形状的，说明了这个人的财运是很好的，一般都能让自己存到很多钱，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能成为有钱人的。最重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有着很好的理财能力，在工作方面比很多人都要厉害，总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求财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太多，努力之后真的能让自己手中的财富越来越多，一辈子都不缺钱花的，让周围的人感到相当羡慕。11. 小拇指有1、2条直纹到达第一指节的人，小拇指有1到2条直纹到达第一指节的人，财运方面真的不错，到了晚年会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就是越老越有福气的一个人来的。其实这样的人对于家庭相当重视，经常都会为家庭付出很多的，也会考虑到另一半的感受，所以能得到对方的宠爱，子女也是很孝顺的。
一般都能让自己在事业方面有很好的发展，很多事情都不需要自己操心太多的，家庭生活幸福美满。12智慧线掌，我们摊开手掌，能够明显的看到3个比较伸长的纹路，位于中间的那条就是智慧线。一般而言，人们的智慧线是比较短的，但是如果智慧线伸长，那么代表这个人聪慧有韧性，做事善于思考，谋定而后动，而且洞察力惊人，可以发现很多常人难以发现的财富运势。不过，这样的人之所以年轻的时候不能发财，主要是他们思虑太多，总是不能把握住挣钱的时机。加上大部分人在年轻时候的财富底气不足，不敢尝试一些具有风险性的项目，只有等到年过半百，身上的负担减轻，才会大展手脚。因此50岁之后，智慧线伸长的人会在财富上表现出惊人的天赋，而且年龄越大，挣钱的机会就越多。13手掌厚实，掌心柔软。手掌厚实且掌心柔软有弹性，是典型的富贵命。拥有此种手相的人财运很好，可以依靠头脑聪慧，从而赚到很多钱财，赚钱的能力非常强，最终将会成为富豪。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